朱一龙疯了，还是观众疯了？文艺片似乎永远存在争议，喜欢的人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不喜欢的人会说什么玩意？好像只有大多数观众看不懂的才是真正的文艺片。比如《无名》，再比如《燃冬》，又或是《不虚此行》，大多数观众看完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看不懂，拿出手机拼命的找解读，之后还是一头雾水。然而河边的错误的出现，让更多的观众真正体会到了文艺片的魅力，即使不是处在大热的档期，上映3天后还能收获近亿的票房。实际上这部电影讲的故事并不复杂。温馨提示，以下内容含大量剧透，请谨慎食用。1990年中期的一个江南小镇，上了年纪的幺四婆婆曹阳氏在河边被谋杀，警察马哲、朱一龙氏负责案件的侦查，最终锁定嫌疑人为幺四婆婆领养的疯子康春雷氏。案件本该到此结束，但一些疑点的存在让马哲打算一查到底。与此同时，疯子跑出精神病院再次作案，让马哲再度陷入紧张，他的精神状态发生剧烈的变化。整个故事的走向看起来非常简单，警察办案，锁定凶手，陷入怀疑，警察疯了。看完影片一脸懵逼，难道这部影片就想告诉观众朱一龙疯了？当然不是，这部影片处处充满深意。幺四婆婆的死，从马哲躺在幺四婆婆家炕上，看见天花板上的痕迹，拿起鞭子朝柜子抽的那一下开始，马哲的心中便有了答案。幺四婆婆有着受虐的倾向，或许她收养疯子只是将疯子当成娱乐自己的工具。电影中没有交代过她施虐的原因，而在原著中，幺四婆婆曾说疯子鞭打她，能让回忆起丈夫未亡时对她家暴的感觉。婆婆教导疯子用鞭子抽打她，则是因为她渴望情感，哪怕是亡夫的恶意。当她被疯子砍倒之后，带着满意又遗憾的语气说，要早这样多好，可惜只能死一次。王红和钱玲不被认可的感情，影片中一闪而过的镜头交代了王红与钱玲的师生关系。不过王红做口供时说单位和家里都不方便，在他给钱玲的分手信中，王红说早点认识钱玲就会不同，两人的师生恋更像是婚外情。两人虽未同时出现在凶案现场，但却默契地选择不报警，就是不想两人的事被众人知道。许亮的女装癖，王红说过在案发现场见过一个大波浪，结果当晚就被杀，疯子也人赃并获，但马哲还是想弄清楚大波浪是谁。然后曾被冤枉坐了7年牢的许亮崩溃了，吞药自杀，这时才发现许亮有女装癖，大波浪就是许亮。许亮被救了回来感谢马哲，又送给他一面锦旗，并告诉他，这个锦旗你一定挂着别摘下来呀。最后戴着大波浪假发从楼上跳下，摔死在马哲的车上。当许亮知道他的异装癖瞒不住的时候，他的生命就被终结了。而许亮作为目击证人却不报警，有了合理的解释。锦旗上救死扶伤的字也显得更加讽刺。发现尸体的小孩，影片的开始，几个孩子玩捉迷藏时，这个小孩落了单，找不到其他人，还差点从楼上掉下去。当他发现尸体时也是一个人，就连被疯子杀了时还是一个人，再加上他爸爸说他爱撒谎，可以猜测这个小孩可能因为爱说谎被其他的孩子孤立，而他发现尸体的事却是真的，得到了伙伴们的认可，于是他常常走在河边，想发现更多的线索，得到大家的关注。疯子为何要杀掉其他的人？犯罪动机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就是马哲陷入错乱的原因。河边的错误刚开分收获了 7.7 的评分，实际上对文艺片来说，这是非常好的成绩。除了余华的原著和导演编剧为这部影片提供了最坚实的后盾外，我觉得真正能带领观众入戏还是演员的表现。先说饰演马哲的朱一龙，他塑造角色时的理智和疯癫完全骗到了观众。片中马哲在侦查案件时一直保持着理智，
可在喝醉酒之后，看见从窗外走过的疯子，顿时像不受控制一般，眼神中有恐惧，又有疯狂，最后开枪打死疯子时，他整个人镇定中又带着意外。准确地说，这段的表演带着莫名其妙的感觉，直到马哲惊醒的那一刻，朱一龙的演技才被看见。看完河边的错误以后，再也不能低估朱一龙了。再说饰演许亮的王建宇，如果一个词来形容他的表演，就是诡异。当许亮被审问时，全程带着不明所以的笑意和配合，自然的有些问题，一度让我怀疑他的精神有些问题。而当他的女装和假发从床下被掏出来时，他怪异的行为让观众恍然大悟。在许亮被救回来后，明明是在感谢马哲，眼中却有着诀别的狠意，看得人心里发慌，也给他的自杀做了铺垫。王建宇的表演值得细品，片中演员们的表演同这部影片一样，非常有后劲儿。刚看完的时候莫名其妙，回想起来又极具震撼力。话说回来，当所有的线索指向疯子时，甚至马哲目击了疯子拿着沾满鲜血的凶器时，还对这种直白的顺利抱有怀疑。因为疯子就是发疯，没有动机，甚至他第一次杀人是幺四婆婆的指导，他不懂生死，不知道犯罪，只知道幺四婆婆死的时候是满足的、快乐的。所以当他看见因失恋伤心的王红、被孤立的小孩之后，选择杀了他们，让他们得到快乐，疯子行凶犯罪了吗？是也不是。当马哲尝试用正常人的视角去寻找疯子的动机时，他疯了。当观众看完电影试图找出真正的凶手时，观众也疯了。